马兰听得崩溃，可一时间又敢怒不敢言，见整个监区都在看自己笑话，完全没人想帮自己说句公道话，便也只能咬着牙点了点头。马兰内心虽然愤恨，但面对这个克洛伊，他完全不敢再有任何忤逆。毕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更何况自己现在还是在异国他乡，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就更加强烈。好在马兰能屈能伸，眼见得罪不起这个克洛伊，便只能逆来顺受。克洛伊眼看他把嘴里的牙膏都吞了下去，轻蔑地笑了笑，冷声问道：刚才的牙膏有没有帮你回想起来应该怎么给别人做足部按摩？马兰连忙点头，如捣蒜一般地说道：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克洛伊哼笑一声，呵斥道：既然想起来了，还不赶紧去打盆水来给我洗脚，再磨蹭就把你的腿打断。马兰一听说要打断自己的腿，吓得哎呦一声，连忙端起盆来说道：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说完，马兰一路小跑到卫生间里端了一盆热水出来。克洛伊见马兰唯唯诺诺的模样，心中知道这个新来的又被自己镇住了。克洛伊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待了很久，他很清楚，在这里弱肉强食就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。对克洛伊这种狱霸来说，想坐稳自己的位置，就必须解决进来的每一个新人。一定要在新人刚来的第一天，就把他所有的意志全部击溃，让他成为听话的狗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这个监视不会出现第二个小团队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自己老大的位置不受威胁。而每一个新进来的人，如果想在这个监视内独善其身，那一定要有过硬的拳头和胆量。就像马兰，如果他敢在进来的第一天，在克洛伊的挑衅下，不顾一切地先跟克洛伊干一仗，哪怕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只要咬紧牙关别低头，克洛伊绝对不会再来找他的麻烦，甚至会立刻改变策略，从一上来的高强度压迫转变为笼络拉拢。但如果马兰第一天就被克洛伊死死踩在脚下，那将来只要他还在这所监狱，那他在克洛伊面前就永远不可能有翻身之日。因为对克洛伊这种恶人来说，越是懦弱顺从的人，越会被他疯狂的欺负和压榨。眼下的马兰并不知道，在克洛伊的眼里，他已经成了可以肆意凌辱的对象。他原本还想用行动去讨好克洛伊，但他却不知道克洛伊还有更多的折磨在等着他。虽说马兰这辈子还没给别人洗过脚，但好歹以前也经常去美容院享受各种护理，其中足底按摩基本上是必选项目，所以他便根据之前的记忆，有样学样的帮克洛伊泡起了脚。克洛伊眼看马兰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心情顿时大好，一边享受着马兰的服务，一边笑着说道：等给我做完之后，记得帮我这几个好姐妹也做一做，给我怎么做的就给他们怎么做。要是敢消极怠工，今天晚上你就到厕所里睡。克洛伊话音刚落，一连7、8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马兰看得崩溃，这要是一个人捏半小时，7、8个人全下来，这一下午就过去了。先不说时间有多长，累也得把自己累个半死。于是他只能用哀求的语气问道：克洛伊，能不能今天先做一半，明天再做另一半？我年纪大了，实在是吃不消啊。克洛伊将自己的脚从温水里抽出来，一脚踹在马兰胸口，冷声道：老太婆，你要搞清楚自己在这里的位置，我说的话你只有服从这一个选择，否则的话我有1万种办法整死你，听明白了吗？马兰本就断了一根肋骨，被这么踹一脚，虽说没有踹到断的那根肋骨上，可连带的疼痛还是让他疼得眼泪直流。
马兰忍不住看向其他狱友，盼着有谁能替自己说句公道话，或者帮自己给克洛伊求个情。可没想到，整个监区，包括刚才那个跟自己说话，甚至帮自己翻译的华裔女孩，也都在看自己笑话，只能哽咽着点了点头，哭着说道：“我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”克洛伊哼笑一声，看了看时间，开口道：“刚好还有4个小时吃晚饭，这4个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就给我们几个按摩。”马兰明白自己跟这个克洛伊没有任何谈条件的资格，也没有任何博取同情心的可能，为了避免自己遭受更多折磨，只能对他言听计从，不敢忤逆，只能咬牙点了点头。即便是足疗店经验丰富的老技师，也不可能一口气上4个小时的钟，更别说马兰这种新手。没出半个小时，他就已经累得双手抽筋，腰酸背痛。但克洛伊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相反还屡次因为马兰力度变轻而对他拳打脚踢，把马兰折磨的眼泪从开始就没停过。4个小时下来，马兰已经累得浑身剧痛，双手双臂疼得连抬都抬不起来。就在他给最后一个人捏到一半的时候，狱警走过来敲了敲栅栏门，冷声喝道：“准备吃晚饭了。”所有人立刻列队。众人起身列队，马兰这才终于算是停了下来。可是因为蹲得太久，他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铁栅栏门打开，一名女狱警迈步进来清点人数，见马兰还蹲在地上，立刻上前呵斥道：“1024，立刻列队！3秒钟内不入列的话，晚上就不要吃饭了。”马兰只能拼尽全身力气，一边流泪，一边咬牙坚持站起身，迈着艰难的步伐走进了队列之中。随后，整个监区的人在狱警的带领下前往餐厅吃饭。马兰因为腿脚酸痛发麻，只能一个人远远地掉在后面。这一路，他每迈出一步都无比艰辛，但也只能拼命坚持。那名女狱警此时也刻意放慢了速度，来到马兰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1024，你家里很有钱吗？”马兰愣了愣，一时间不敢搭话。那名女狱警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你的律师在你的监狱账户里存了1万美元，你可以凭你的卡在商店购买东西了。”说着，狱警压低声音道：“对了，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杰西卡·布朗斯通。你的家人如果要卖烟的话，记得跟我联系。美国精神，1000美金一条。”1000？马兰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克洛伊不是说400美金一条吗？”杰西卡·布朗斯通笑了笑，淡然道：“400美金是昨天的价格，今天的价格就是1000。你如果要买的话，就给你家人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跟我妹妹联系。否则的话，那个克洛伊晚上会对你做什么，我可不敢保证。”